是我休假的第一天，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哦，流吧流。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什么叫做休假的第一天？对，这一集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意大利工作的一些福利。我们就先起床吧，这样好像也不是很好看。我决定呢，就是实现一个梦想，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意大利的那个 bar 里面卖的可颂面包，因为那东西很容易变胖，然后加上就是早餐在外面吃会养成习惯，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吃那个东西。但是呢，由于就是我最近真的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决定要实现这个梦想，就是在我的床上吃意大利可颂面包，是不是很可悲？这是我的梦想。这一家的那个可颂超好吃的，我朋友也这么说，所以就是台湾人跟意大利人认证。Maya Cafe。Buongiorno。Ciao。Pane di cioccolato， 就是巧克力的面包就会长这样。但是如果你跟他讲说我要一个 brioche cioccolato， 就会长牛角面包的形状，那个就比较不好吃。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有 noci 的，就是有坚果的，都还是烫的耶！我要赶快来吃了。好，经过呢仔细的思考之后呢，我还是决定在沙发上完成我的梦想。因为在床上吃东西太麻烦啦，如果弄脏我还要清，所以我就不得不放弃我这个梦想。好，然后呢，我们就一边吃，天哪，还是热的耶！好好吃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要点pan de chocolat， 好好吃啊！无法自己。它还是热的，所以它里面那个应该蛮肥的。我可以吃的巧克力跟很多奶油，然后里面超软，外面超酥的，超好吃。那我们就一边来聊，就是喝口。在意大利工作的福利好了，然后因为我本身现在在瑞士工作，所以我应该可以讲在意大利工作的福利吧。就意大利、瑞士跟台湾来比比看。首先呢，意大利呢有带薪假，但这个带薪假呢，有些公司它是希望你休完的，就跟台湾相反。台湾有一些公司他会希望你尽量不要休，他会付你钱。但是意大利跟瑞士的公司呢，他们在某一个期限里面，他就会逼你把你的那个休假休完，也不是逼啦，就是希望你把你的休假休完，他就不用再额外给你钱这样子。这个工作呢，就是你有几个星期的假，基本上是4到5个礼拜的带薪假。有一些他如果是坐办公室的人，他们可能休假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是普通的一些节庆日啊，然后再加上可能8月会放2个礼拜左右。那8月放2个礼拜左右，有可能是从8月中开始一直到8月底，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意大利公司都会去放暑假。对，你没有听错，是意大利公司全体上下然后去放暑假。所以如果你有跟意大利人合作一些项目的话，记得8月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吵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海边，然后看到你的就是讯息就会觉得说你干嘛要来打扰我这样子。好，另外一种呢，就是像我们一样，我们是服务业的，那我们的休假就是可以自己排。一年里面在意大利那个时候，我的公司是5个礼拜的休假，但是你只能排4个礼拜的假，因为那一个礼拜要当成是 emergency，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家里的洗衣机坏掉，然后什么坏掉，你需要待在家，然后你就可以用那些时间。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只排了4个礼拜在意大利。那在瑞士的话是5个礼拜。那可是像你做服务业，当然他就会
软性的劝导你说有几个大月是不可以请。讲完带薪假以后，现在来吃一下这个第二个。好酥脆哦！吃完巧克力就是来吃这种的。再来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加班费。那如果没有加班费，就是说今天你多帮公司上个，比如说1个小时的班，你改天就可以，比如说提早走，或者是晚进来这样子，就是1个小时，或者是他会付你钱。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亚洲比较不一样吧，因为之前其实我有帮一个中国公司工作过，那个项目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项目，但是因为有时差的关系，但是就是说他们给的薪资很不错，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让我就24小时待命吧，就是可能就是我在出差，帮公司出差，然后他可能早上6、7点都把我叫起来，然后可能到了晚上10点、11点，我还在饭店里面赶那个就是报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只是一个经验，因为这样长久下去，我觉得我可能身体会吃不下。再来呢，讲到薪水的部分，我觉得薪水的部分，在欧洲他们好像有比较有系统化的会去计算你的年资跟你的薪水是不是成正比，但并不代表大部分的公司，我只是说我遇到的公司是这样子。意大利呢，薪水等级分成6个，就是从Level 1的一直到 Level 6。那如果你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你就是从 Level 6开始，也就是拿 Level 6的合约，那再来会慢慢的，就是当你跳槽到其他公司，或者是你可能就是想要换工作了，基本上呢，他们会用你前一份的薪水来看要给你多少钱，但是也已经有点像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当你跳槽或者你换工作的时候，对方应该是要 offer 给你比前一份工作更高的薪水，这个应该是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子。那意大利的最低薪资大概是1000到1200，我是说不是兼职，也不是打工，不是兼职，就是正职的工作，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不要以为你的 level 越高，你拿的薪水越多，当然这也是一个事实。但是你薪水拿的越多，在意大利扣税就扣的越重。我那时候记得我好像有30%几的薪水都要交给政府。不是只有我这样子，连意大利本地人也是这个样子。这次工作基本上薪水的部分，当然就是会给的比意大利多，所以我才会前往瑞士去工作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薪水的多跟少不能听数字，而是要看在当地生活的一个状况。就是像我在跟我妈比价的时候，她就说啊，有要求这贵。可是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去比照，就是在台湾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水平跟薪资的水平。那我们就发现说，意大利这边大部分的消费水平是台湾的2倍，所以薪资的部分的话，比如说你看我刚出社会那时候拿的合约，我是拿1200块钱的欧元的薪水，然后那时候的汇率比较高，所以代表说折合台币那时候已经快要5万块钱台币。但是问题是，你在米兰那时候租一个房子，可能动不动就要400-500块钱欧元，而且还只是跟人家合租。那我后来自己搬出来住的那个房子也是很可怕，就是很冷。那个房子也是要600块，而且是它没有隔间的，就不像这个地方。那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虽然就是大家有时候会私信我说，就是他们觉得墙壁很美什么的，但是这个地方真的也是花了一笔钱这样。觉得多跟少真的是要看当地，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已经习惯意大利的消费了。但是等到我去瑞士工作以后，除了他们的薪水真的非常高以外，更让我觉得惊讶的是瑞士的消费，瑞士的消费真的很高，3到4倍。
所以其实我苏黎世的经理他们来出差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天哪，你们就是意大利语区的那个就是消费怎么那么高？怎么那么低？讲错了。但是来呢，福利还有就是他会给你餐券，就是意大利的公司，因为瑞士不流行这个东西，虽然我们公司有，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瑞士的公司都会给你餐券，然后让你去吃午饭。意大利的公司大部分都有这个餐券，这个餐券呢，它就是真的就是餐券，然后呢，它的金额大概是从5块钱一直到10几块都有，就是看你的公司的等级。那我记得我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拿到餐券的那个工作呢是5.2，然后在米兰市中心5.2根本就吃不了什么东西，你只有工作日的时候他会给你，所以如果说你一个月工作是20天，他就给你20张餐券，加起来就是差不多100块钱左右，这是额外的。就你拿的薪水是你拿的薪水，然后这个是额外的一个福利，这样。那有一些公司它还会就是，比如说补助你，就是一年可能补助你一笔钱，然后让你去想干嘛就可以这样。那笔钱不多，但是呢，好像在意大利我听说过补助最好的好像是300块吧。还是400块钱，还是500块钱，我忘记了。就是说，你可以看你是要去请保姆啊，还是要去剪头发啊，或者是健身房啊。那有一些公司甚至会赞助你，就是去健身这样子。就是你去健身房，他们是有补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同事之间，就是我觉得在意大利，其他欧洲国家我是不知道。如果有在其他欧洲国家工作的乡亲们，也可以就是在下面留言，或者是。对，就是在下面留言。就是我觉得在意大利呢，还有在瑞士意大利语区工作的好处就是，很快就可以融入同事之间。可能是因为意大利人的天性吧，因为其实工作之中我们也可以接触到蛮多其他国家的人。那有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人就比较难，就慢热这样。那意大利人。80%都非常的快热，就非常的可能就是爱聊天吧，就是而且对于就是很会社交嘛，应该这中文是这样讲嘛，所以在意大利的一个职场上，我觉得当然还是会有讨厌的人，就是比如说歧视你的人啊，觉得你怎么样做都做不好的人啊，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非常的友善，然后他们也会。让你很快的融入他们的那个环境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好的。这些就是我觉得在意大利职场上的一些好处跟福利。那有一些是公司给的，有一些是跟同事之间相处的。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请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分享，还有按起小铃铛。我们就下次见，拜拜。